今夕何夕兮，见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遥无须路遥知，星月讯息君不知。山遥无兮路遥知，心远去兮君不知。君不知。寇大人，寇大人，偌大个皇宫，若是真隐藏有遗诏，你的所作所为情有可原；若是没有，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惊扰大行皇帝的在天之灵。老夫的所作所为，正是要告慰大行皇帝的在天之灵。若是这里没有，其他的地方会不会有啊？啊，寇大人，寝殿、御书房，我等皆已巡过。巡过？哎，仔细巡过吗？像今天这样仔仔细细的巡过吗？寇大人，你是真打算把皇宫翻个底朝天，你才罢休吗？寇大人，你倒是没把自己当外人，真把这皇宫当成了自己的家。陛下呀！玉丈，你是驾鹤西去，我大宋无主无君，臣民没了主辛苦，才会乱成这般模样。臣作为在职首相，陛下臣无能为力，真愧对陛下，愧对陛下呀！王相，你既知心中有愧，就应该做些什么。你却在这里像个妇人一样的哭嚎。臣愧对陛下，愧对陛下，愧对呀！玉丈，若是这宫中没有，会不会在陈妃娘娘的身上？寇大人，你们都折腾够了没有？遗诏可寻得。回娘娘，这遗诏很有可能在陈妃娘娘的身上。荒谬！寇大人，哀家念你对大兴皇帝一片赤诚，更信你所言绝非妄言，方允你寻遗诏。然陈妃刚红事不久，你便将她的寝殿翻得如此这般模样，此乃对亡故者之大不敬，便是连一点君臣尊卑都不顾及了吗？回娘娘，老臣对陈妃娘娘绝无不敬之心呢。可你有不敬之举。方才寇大人是说搜陈妃之身，老臣不敢。此事断然不得。陈妃已收敛入关，寇大人若是想让其不得安宁，
哀家第一个不答应。老臣明白，可这遗诏，陈妃是哀家亲手换的寿衣，她身上有无遗诏，难道哀家不清楚吗？既然娘娘如此说，老臣还是相信的。那老臣就到别处去寻。寇大人，果真还要去别处寻？是不是一日未寻到，我们所有人就要陪你耗上一日？若是1年未寻到，那要耗上1年不成？寇大人，这是怎么了？魔怔了？要再如此下去，那可就不是为君之心，可就是落了心病了。苏大人之言，老臣深以为然。寇大人要封一个人封，没有人愿意陪你。尔等不能看着大清皇帝的子宫停灵在上，还这般胡闹下去。陛下呀，老臣无能啊！找不到皇上的遗诏，什么都是白费。是以寇大人之意，便是所有的人都不做事情了，当官的不从政，百姓不生活，朝廷空置，家国不顾。难道我大宋朝上下臣民皆需一起前去寻找这份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遗诏吗？遗诏有，一定是有的。寇大人，下官方才说了。好了，我不相信你的话。寇大人，好了，几位大人无需再争辩，国不可一日无君。太子应即刻即位，此事不用质疑，相信几位大人该是无异议吧。那当然啊，娘娘。大清皇帝入皇陵一事，同样干系重大。是以哀家之意，太子先继位，登基仪式，待大清皇帝下葬皇陵之后再举行。至于辅政之事，届时再议。遗诏之事，权且搁置。即位事宜，娘娘安排甚是合理。只是太子毕竟还年幼，这期间恐怕还得有人辅佐朝政啊。那就暂且先议出几位臣工，共同辅政。娘娘不参与辅政啊。哀家方才说的是臣工。不妥！大清皇帝千真万确对臣留有口谕，许娘娘垂帘辅政。不可垂帘。二位大人，你们一位是大清皇帝的老师，一位与大清皇帝亦臣亦友。且不谈君臣之义，大清皇帝驾崩，留下遗孀遗孤，是他们现在是没了依靠，可你们不能如此恣意地剥夺他们的权利。娘娘听政已久，更是太子的母亲，试问娘娘对太子朝事的指点，我等臣工就真的能比吗？娘娘对太子一直以来呕心沥血的付出与教导，你们就都看不到吗？大清皇帝在天有灵，若是看到你们如此欺负他们孤儿寡母，该作何感想？是恨不能复生，治尔等一个欺君之罪，还是该大赞尔等对我大宋匡扶社稷呢？大娘娘时常为本宫讲解朝事，之神也。娘娘，太子，老臣提议，娘娘参与辅政。至于最终辅政事宜如何定夺，就按娘娘刚才所说，无后再议。太子即刻继位，大清皇帝入皇陵之事不能再这样耽误下去了。臣附议。臣附议。臣附议。
那寇大人和太傅大人以为呢？太子既出此言，老夫也无话可说。寇大人呢？臣谨遵太子之意。启禀娘娘，寇夫人求见。快请进来。是。臣妇参见皇后娘娘。寇夫人，快请起。臣妇前来，特大夫请罪。夫人，这是哪里话？寇大人忠君爱国，与大兴皇帝为知己之交。大兴皇帝宴驾，国之大厦失了支柱，就更需要像寇大人这般刚直不阿、为国为民的成功来支撑，又怎会怪罪？多谢娘娘体谅。这小公子是？这是臣妇的远方侄儿，姓苏，名询，字明允。明允还不拜见皇后娘娘？苏洵见过皇后娘娘。苏洵，是哪个洵字啊？回娘娘，是寻美且意的寻。这孩子看着还聪明伶俐，听你口音，像是来自蜀地。我是眉山人，原是故土来人。你可愿入宫，与太子做伴读？太子可是快要做皇帝的。是。我愿意。臣妇和侄儿多谢娘娘恩典。何人在吟额？回娘娘，是楚王殿下。众人哭灵离去，唯有楚王殿下一直不肯离开，终日宿在大行皇帝的停灵殿里，每至入夜时分，总是会吟额，听去甚是凄凉哀绝。大哥应是知晓，他的三弟已离去了。奴婢参见娘娘。张公公不必多礼。娘娘，奴婢有一事相求。张公公，请讲。这些时日，奴婢每天晚上都会梦到皇上。在梦里，奴婢像往常一样伺候着大行皇帝。奴婢想请辞大内总管一职，待到子宫入皇陵之后，奴婢想为其去守灵，继续陪在大兴皇帝身边。张公公侍奉大兴皇帝身侧，算起来也有20几载了。回娘娘，是的，在皇上做太子那个时候，奴婢就陪在大兴皇帝身边了。奴婢见过大兴皇帝因国事而殚精竭虑，因皇嗣而夙夜极忧，也见过皇上因娘娘有孕，诞下皇子而喜极失态。
上开心了，便会与奴婢唠叨几句；他心里不痛快了，也会拿奴婢出出气。更时常会与奴婢说上几句提己的话。奴婢这半辈子都是陪在皇上身边的。张公公，劳苦功高。奴婢无功，也不辛劳，能陪伴大行皇帝这一位仁德贤明之君，奴婢三生有幸。奴婢已经习惯了陪在大行皇帝身边，说句大不敬的话，奴婢孤苦伶仃一个人，早已经把大行皇帝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哎呦！陛下，哎，陛下，陛下，请坐。奴婢在。便陪朕去吧。谢陛下，奴婢遵旨。皇上当初天崩地裂，奴婢若失了根的浮萍，惶惶然不可终日，痛心难当。奴婢请娘娘开恩，让奴婢这剩下的日子能够继续守着，陪着大行皇帝。张公公今日的请求，本宫理应应允。只是如今太子即将登基，宫中诸事繁琐，还需一位谨慎、能掌控得了大局的人来操持。能担当此任者，恐非公公莫属。公公是大行皇帝身边亲近的人，深得大行皇帝的信任，也是哀家信得过的人。不知公公能否为了哀家，为了太子，再多辛苦几年？再说，公公是旧人，皇上已离开了，哀家也不愿身边的故人越来越少。娘娘，奴婢也放不下娘娘和小太子啊。公公可否应允？奴婢留下来，奴婢留下来。公公愿留下来就好。哀家知晓，公公今日哀痛不已，近些时日歇息一下，那些繁琐的事就暂且交给副总管雷公公去操持。奴婢多谢娘娘体谅，奴婢一定效忠娘娘，尽职尽责，伺候太子。
寇大人，哟，大人这是？哼！寇大人一路奔波回京师，又是忧思悲痛，该在家好生歇息才是。这怎么？怎么？你们几位是新议出来的辅政臣工，这御书房只有你们来的，老夫作为大宋的子民，就不能来拜拜新皇帝？寇大人言重了，下官并无此意。对，苏大人并无此意。寇大人，你现在也是辅政臣工之一。我不敢当，老夫不过是一介小吏，哪能跟你们这些股肱之臣相比呀？我不过乃是为了先皇，并不像某些人是为了欺主揽权。景宗啊，那是怎么回事？什么？那把椅子。寇大人，这个是皇太后所做的凤椅。凤椅和龙椅摆在一起，平起平坐，这不明摆着是要垂帘吗？搬走，搬走！寇大人，这听见没有啊？让你搬走！哎呀，寇大人，奴婢做不了主啊！不可慢！寇大人，凤椅搬走了，皇太后上朝坐那儿。这御书房本就是皇上与臣工商议朝政之地，后宫根本就不该来。寇大人，太后参与辅政是大人当日同意了的，如此这般可是显得有些胡搅蛮缠了。反正就不该摆个凤椅在这里，快搬走！不可搬！我看谁敢搬！太后陛下，平身吧。谢陛下。张公公，奴婢在。把那椅子撤了。太后，撤了。遵旨。太后，依臣之见，凤椅不须撤下，可设置于下方。不必了。来人呐，把凤椅撤下去。皇上，入座吧。坐吧。皇上初登大宝，辅政之事方才初定，正值两朝交替之际，诸位大人都是我朝重臣，所思、所虑、所做，应是对内如何安臣民之心，外见我大宋新天子之威信，而不当纠缠于一些毫末之事。太后所言之事，臣等惭愧。皇上与哀家如今最为关心的是皇陵修建的进程和先帝下葬事宜，几位大人可心中有数？回陛下太后，
先帝陵寝预计还需半年之期即可完工，是以先帝安葬，可安排在来年的孟夏之初。臣已让司天监的邢大人卜算了宜下葬的黄道吉日，同时臣也让礼部着手安排丧葬事宜。有关先帝停灵的值守，臣已做了部署。宫中禁军每214人一班，轮流日夜值守。此外，臣还向辽朝、党项及周边诸邦派遣了报丧大使。还是丁相有心啊。其余几位臣工可有所补充？那一切便照丁青的意思办，父皇的治丧事宜由丁青全权负责。是，陛下。这是关于陛下和太后上朝听政的安排。陛下年幼，太后无需过于操劳，是以臣请奏：陛下和太后于每月朔望2日至文德殿上朝听政。若有大事，请陛下和太后召集诸位辅政大臣共同商议解决。平日若无大事，可将奏书递于大清书院，呈给陛下和太后，在宫中批奏即可。丁相此意不妥。依照古制，理应是每隔5日，太后陛下至前朝听政，决议朝事。臣也以为不妥。皇上和太后久居深宫，仅有内侍传递政令，时日一长，此连接内外的纽带必定会出现腐败。不错，若内侍与前朝辅政之臣内外勾结，不但陛下和太后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且会威胁皇权，更甚至会陷江山社稷于危矣。内外勾结，哼！本相的奏请只是为了陛下和太后着想，倒并未想到这一层。我看郭将军和曹大人想的倒挺深远，不过2位大人怕是忘了自己也是辅政臣工之一吧？难道你们2人已经想着要如何隔绝陛下和太后的视听吗？丁相，莫要血口喷人。丁相，你的奏请是出自真心，我2人所虑，如何就成了别有用心？他2人并未说错。还有，苏大人所说的古制也并没有错。丁大人，你的那些奏请恐怕并不妥吧？遵循古制，本相并无异议。然而太后并未正式垂帘，这一点也是寇相所坚持的。值此特殊时期，自然应该特殊处理。丁相这是欺主弄权，本相不敢。本相和诸位一样，都是辅政臣工，应该礼让相望，为陛下和太后尽忠。这便是丁大人的忠心。苏大人，丁相也是为我母子2人考虑。此奏书可准？皇上，准奏吧。朕准丁青所奏。谢陛下。意见一直不解，为何如此放纵丁尉，为所欲为？皇上，我是指先帝。入皇陵事大，丁尉只要做事，我并不与他计较。可他此番步步为营，摆明了是要架空太后和皇上，独揽大权。王钦若以脚伤为由，高驾在府，持观望状态。丁尉是参知政事，朝中上下以他为大，
先帝心事，我孤儿寡母，虽不至于落得被欺凌之地，但又有何能压倒那树大根深的父相？无小恶无以为大恶，若此事不从最初遏制，最终只会愈演愈烈。授意年幼，如今我参政，名不正言不顺，倘若再对同为辅政的陈公疾言厉色，苛求责备，一则毫无道理，二则稍有不慎，适得其反。可先帝有口谕在此，太子即位，太后垂帘，而现在是因以大局为重，不与他们一般计较，共同辅政，有何理亏之处？一姐，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问。先帝真的留下了口谕。回太后，臣不敢交招。太后早已助先帝处理朝事，且先帝对太后爱重其深，不管于情还是于理，先帝都会留下这般口谕，不是吗？太后有经国之才，皇上尚年幼，先帝不把皇上托付于太后，难道任凭辅臣环伺，欺主乱政吗？太后不该怀疑。是，我不该怀疑。不该怀疑。你起来吧。谢太后。臣还得多句嘴，垂帘之事，许奏太后，继王殿下要带王妃出宫。继王？继王与王妃为何还会留在宫中？继王妃小产。继王，太后这是意欲何为？你们这边要离开了。如今新皇已即位，太后也已参政，不知太后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难道要我夫妇二人在宫中待一辈子吗？哀家不是这个意思，哀家是想，王妃身子虚弱，可留在宫中多调理一段时日。不必了。既然太后无心留我们在宫中，我们夫妇自有去处。请太后放心，本王此生志向不在大清殿，告辞。逆子！张之列祖，说清楚！你可知错？老爷住手！老爷，别打了别
儿子没有做错。你害得慈禧小产，竟说没错，你起开！老爷，老爷，本来就不应该进宫，不应该鼓动纪王夺位，更不应该把整个曹家都牵扯进去。他这是在拉着整个曹家，陪着他一起同归于尽。你还有理了？若不是你勾结刘娥和郭崇信，纪王怎会被困宫中？爹，至今你还认为纪王能成事？就算儿子回京师，先将先帝驾崩之讯告知你和纪王，可你们手中有兵吗？你们能逼宫吗？能让太后母子让贤吗？或者说，你们能获得百官的拥戴，将大宋名正言顺的继位者太子给废了？可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像现在这般人人鱼肉。夫螳螂虎，怒其臂。你的儿子在朝堂上从来都是战战兢兢，与旁人说话都谨小慎微。你真的以为你的儿子软弱无能、胆小怕事？那是因为爹锋芒太露，树敌太多，你让你的儿子不得不每走一步都走得那么如履薄冰，深细不如水，凭空起波澜。爹，儿子怕呀，怕有一天你触怒了天颜，怕墙倒众人推，那曹家就是第二个潘家。遗诏之时，明明大势已去，你却还在那动那不该动的心思。如今虽是即位成功，与太后一起辅政，然太后早就掌了权，指不定还会更进一步。若太后再挑我曹家的不是，爹，那你儿子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
好，好。从今往后，曹氏一族的荣辱，就由你曹永之看着办吧。爹，能在大宋呼风唤雨的只有一人，那是皇上。能为曹家遮风挡雨的也只有一人，那是我，曹利用。永之，老爷。在早烟光过，为水波生夜，春朝雨寄清晨雪，正安发。只轻轻杨柳，有诗情盼着，安然，只有后悔身世切。跟君一杯酒，歌一曲，谈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切莫此真岁，听取阳关者，念故人，千里自此功名，月。